你好，我是说书人 Vocal。我环岛了1个月，几乎没有先规划行程，只大概知道想去哪几个大点拍照就出发了。有时候今晚要睡哪都不确定，结果还蛮多意外的，但真的很好玩欸。前几集被那些建筑和美景震撼到不行后，我之前和朋友申请阿里山废弃铁道绵月线之行也差不多要开始了，所以我从嘉义往山上走，来看看在山上遇到的故事吧。请问你们今天那边还有住宿的位置吗？一位，是说我可能会比较晚到，我会一路玩上山，这样子很晚可能才会就 check in， 可以吗？好，谢谢，可以，搞定。昨天没吃到的正义和东市俄阿米刷，在离开嘉义前很想去补吃一下。开车常能见到这个是中央七彩喷水池，放的是1931年 Kano 传说的投手吴明杰的雕像。好啦，到正义俄阿米刷了，看招牌应该是从高雄来的，所以我在嘉义吃高雄的知名面线。不管，来试试吧。汤头里面放了一大匙沙茶酱，喝起来真的很顺。最重要的是，爱吃辣的人在这边一定很开心，它有4种以上的辣椒酱，其中一种叫做天下第一辣，的确很过瘾，不要错过。马上再来到东市俄阿米刷，终于能吃到了。到底民宿主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家呢？马上就能知道。店里的环境比较热，但也比较有传统的感觉。面线上桌了，哇，大肠卤的真的又入味又超嫩，鹅啊也非常鲜嫩。我自己比较喜欢这家的配料，但这家的汤头会淡一点，也少了正义的多种辣椒酱选择，两家都值得一吃哦。好啦，心愿已了，终于上树成功，肚子里带着2碗面线往阿里山去了。因为绵月线的时间是明天，所以今天的目标就是上山。这段山路还蛮远的，中间我想去找很多人拍萤火虫的水社寮车站拍照，以及到奋起湖车站去走一走。想到阿里山的美，整个人都期待起来了。走吧，出发了。我们现在要去阿里山了。我要先去水社寮车站，那边好像大家都是很喜欢去拍萤火虫啊。但是我想水社寮，然后往上面的奋起湖，然后再到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去住宿。我刚刚买的水啊，还有就是像现在在吃的那个超凉薄荷口香糖，到那个住宿的地方，国家森林公园就要1个小时50分，都是山路嘛，我又要走走停停，就要拍照什么的，我怕自己会太累，所以我的招式就是会在还没累的时候，我就先吃那个口香糖，或者是先喝水，让自己精神一直很好。走吧。终于上山了，人算不如天算啊。Google 导航在山上时有时无，往水社寮车站的最后几公里全是无法会车的超窄土路。虽然后来已开到离它剩1公里，但导航就没讯号了。接下来这1公里，我把所有的分歧路都开了一遍，还是找不到。花了1个小时，天色有点变暗，周围又完全没人。我决定还是撤退了。从水社寮折返，其实并不会觉得太可惜。因为刚刚那些很窄的土路和甚至只能用倒车回原地的陡坡，让我体验到不太一样的感觉。大家以后如果来要走这种路，请多加小心哦。回到刚刚的大路，凭着印象找通往奋起湖的方向，意外的看到了一个令我非常好奇的地方，那就是这栋建筑，一座废弃的国小。校门口看起来其实不旧，只是往里面一瞄，似乎长满了杂草和藤蔓。加上高山微凉的气温和些许薄雾，使得整间学校散发出微妙的气氛。它并没有禁止进入的警语，于是我决定去看一看。哇，这个
怎么了？我的妈 ！Oh my god！ 哇，整个国小废弃了。其实这个国小的建筑看起来都还很新呢，但是真的废弃了。你看篮球场，还有以前的游乐设施。哦，刚刚啊是在那个国小啊，我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本来素材不止刚刚你们看到的这样，我有走进去有拍他们教室里面啊，什么奖状啊，然后还有课桌椅，其实都收的还蛮干净的。我就是有拍，然后我还要走到他们的那个大堂的。但是我走出来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看一下说拍的怎么样吧，发现所有的素材全部都没拍到。可以说是我操作失误啦，就是你要拍不是要按下录影吗？那我就按了嘛，我就以为在录影嘛，那可能没按到，所以就没有录到了。科学上来说，应该是我操作失误啦。我只能说真的好巧，巧到吓到自己这样哦，整个人起鸡皮疙瘩。我现在决定放弃水社寮了啦，我要去奋起湖。说到底啊，其实还是自己机器操作错误了，只是那当下自己吓到了自己。我想废弃的学校曾经就是孩子们快乐学习长大的地方，教室里的奖杯和奖状还历历在目，似乎都还闪着荣誉的光。我也只能可惜这样的好地方无法再正常使用，继续往奋起湖车站前进啦。车继续开了好一阵子，随着海拔升高，旁边的景色开始变了，树木越来越高耸，森林的绿意越来越浓厚，空气也越来越清新，实在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到了这边，离奋起湖车站已经很近了。奋起湖名字本来叫做奋基湖，我查证后才知道，原来这个湖字不代表湖泊，而是客家人的盆地、低洼的意思。在没有车站前，其实就已经有老街的雏形了。这座超过100岁的车站是整个阿里山森林铁路本线最大的一站，拥有双月台的规模。在从前的日子里，货运和客运列车在此交汇休息，蒸汽火车在此处补水填煤。这个时间啊，人们就趁机用餐。因此产生了奋起湖铁道便当的文化。干嘛？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是台湾之宝，阿里山的姑娘与少年啊，就不用我唱了吧。森林、铁路、日出、云海、晚霞就并称为阿里山五旗。关于阿里山铁道的伟大之处以及故事，我们要放到下一集绵月线之行时再好好的说一说，不然一集实在是说不完啊。到时候不要错过咯。其实好饿啊，饿得发抖。奇怪，我中午可是吃了2碗面线呢。奋起湖神社遗迹离车站不算远，大概只要走20几分钟，沿路也不算太陡。走近之后，周围有非常多绿意盎然的梦中竹林。这里摆着很多前人开拓森林工程的纪实照片。当年神社在静谧的森林里供奉着日本的天照大神，现在只剩下了基座平台和石阶。此刻我的周围没有人，只有风吹过森林的沙沙声和悦耳的鸟语，再搭配上薄薄的雾气，这样的氛围啊，真的太让人喜欢了。
附近再往上爬一些，就能探望鹿鼎巨木。雄壮又伟峻的形象，一眼望去就会感到震撼，甚至还让我忍不住傻傻的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大自然的魅力真的很棒。好啦，真的饿到发抖了，我得赶在奋起湖大饭店关餐厅前去吃奋起湖便当，期待好久了。从小就听说奋起湖便当的名号，今天终于可以一试了。大家要注意，虽然奋起湖大饭店整天营业，但便当不是全日供应哦，是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7点，而且是卖完为止。像我就差点因为太晚吃不到，好险去神社前就先问了。这里共卖2种口味，一种是战斧软烧肉加焖烧烤鸡腿180元，一种则是旋风烤鸡腿160。但我去的时候只卖1种口味，就是2种主菜都有的那款。太好了，刚好我也都想试。哦，便当来了，便当盒非常有感觉。打开之后，碗里放了一头猪只能取16只的小战斧烧肉，还有1只大鸡腿，搭配着满满的饭和笋丝、木耳、卤蛋、豆枣，还有传家酱汁。180的价格在平地不便宜，但是在高山用料这么豪华，我想它对得起这个价格。好，拍完了。我刚刚吃了那个奋起湖便当啊，然后觉得有一点小失望啦。价钱倒还好，但是它送上来的时候，肉是有一点冷冷的啦，并不是说真的是烫的。然后再加上鸡腿，我觉得味道也还好。但是它的那一块猪肉啊，确实是还蛮好吃的。吃到中间有筋有油的那部分之后，我就开始觉得很好吃。然后的确它的酱甜甜的，调得非常适中。总体我是觉得小失望啦。因为原本期望太高了，可能从小就听奋起湖便当嘛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哇，那一定是热腾腾，然后哇肉汁啊什么，有没有那个鸡腿都卤得又嫩又够味什么？但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太多，其实还是蛮好吃的啦。而且我还把它的青菜竟然全吃完了，如果再来我还会再吃。然后第二点是我刚刚看到萤火虫，是我第一次看到萤火虫我真的超土的我没有看过萤火虫，就在这个车子后面啊，超漂亮的，我的妈啊！接下来我要去那个住宿的地方了，那个地方在阿里山森林公园那边，离奋起湖还有50几分钟的车程，走吧。这个保单先给你哦。好，这是要写的吗？对，这是保险，里面含意外险哦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。好啦，可以睡觉了。我挑了一个有高床跟小床的房间。那我现在其实很累，因为我已经开了1天的车哦，要早点休息。然后呢，早上4点要去坐火车，要去看日出，赶快休息吧，拜拜。好啦，随着夜幕低垂 ，vlog 也要结束了。你们看完有什么感觉？留言告诉我哦。我其实只剩下2到3个小时能睡，起床后是一场硬仗，要坐森林火车去看日出，接着要一路背着摄影器材走到明月线里，再走出来，预计应该是20公里上下，然后再开夜车3小时到台南落脚。但是换来的超级美景，我想你们应该会喜欢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哦。我是说书人 Vocal， 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